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岩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。在前一段时间 ，vivo 发布了一大波的旗舰系列的产品，包括主打商务办公的 vivo X Fold 以及 X Note， 还有全方位影像升级的 X80系列。那这些产品我们都做了详细的测试啊，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不过啊，还有一个系列是主打线下，并且每一年走的量都是相当夸张的，那就是 vivo 的 S 系列。那这个系列呢，其实每一年的关注度在线下都是非常高的。那今天呢 ，vivo 带来了全新升级的 vivo S15系列。那这一次有哪些变化？咱们抓紧实测来看。本次呢 ，vivo S15 Pro 带来两个配色，盛夏和耀黑。我们为你展示的是盛夏，这第一眼看上去啊，感觉十分青春活泼。背板采用的是大家很熟悉的 AG 磨砂工艺，摸上去呢手感顺滑，并且呢不容易沾染指纹。背板仔细看啊，有很细密的闪光颗粒，能够在光的照射下呈现出非常梦幻的效果。摄像头区域啊，位于机身的左上角，3颗镜头纵向排列，双色温补光灯在右侧，外部搭配了巨型的保护玻璃。机身明亮的蓝色背板是十分清爽的，也很适合夏天。以前我们聊过啊，很多线下机型呢，在做工方面确实明显要更好一点。来到正面，这次 S15 Pro 搭载的一块 6.56 英寸的三星 E5 屏幕，最高呢120赫兹的刷新率，100%P3 色域，拥有 HDR10 Plus 认证以及 SGS 护眼认证。居中开孔啊是重点的，3200万像素的摄像头，曲面屏加上较窄的边框，在屏占比方面呢也颇有优势。实测啊，屏占比达到 90% 以上。正面的颜值还是很高的。在亮度方面，实测手动最高亮度465，自动激发呢最高达到709。下面来看一段 HDR 视频，看一看这块屏幕的实际显示效果怎么样。可以看到啊，在两台手机屏幕呢都调节为300尼特的亮度下， S15 Pro 在播放 HDR 视频的时候呢，亮度呢是不如 iPhone 那么亮，画面呢也略有偏红。而在天空部分，云层的层次和细节丰富程度呢也不如 iPhone， 这整体表现要稍弱一点。但是在这个价位段来说，已经是表现不错的水准了。毕竟啊，两台机器的价格差了3倍以上。看完了屏幕表现之后，再来听一下 S15 Pro 的声音表现。可以听到 S15 Pro 的整体的声音的听感啊，比起 iPhone 呢要更加清亮一点，感觉很明亮。当然，相对的低频方面呢也有所欠缺了。在出现鼓点的时候 ，S15 Pro 的打击感呢会稍弱一点。两台机器在音量方面差别不大，都是可以满足日常需求的。S 系列啊，作为 vivo 家最为走量的系列，历来在拍照方面的实力是可圈可点的，特别是自拍啊，更是核心卖点之一，那成为很多用户的拍照利器。这一次的 S15 系列呢，相较于前代又有很多的升级，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今年有哪些惊喜。前置方面 ，vivo 的 S15 系列啊，均搭载了3200万像素的超清摄像头，并且呢可以实现镜头的自动对焦。实际表现啊，我们直接找来某果的13 Pro Max， 并且来看一看比较困难的场景。逆光拍摄对于所有的手机成像都是巨大的挑战。在这组照片呢，我们选择阳光从窗外直接射进来，并且呢直接打到镜头上这样的场景。首先可以看到啊，某果在这一张的表现其实已经不错了。你可以看到耳朵和肩膀的部分高光，就知道这个背景的亮度是有多亮了。其实呢，在预览的时候啊，那脸部是非常黑的，但是最终成像效果呢，13 Pro Max 的成片还是表现很突出的。此时，如果我们把 vivo S15 的照片放出来，你会发现啊 ，vivo 的这逆光算法确实是非常强悍。脸部的细节呢都得以保留，色彩也很讨喜。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啊，就是窗外的天空部分，即便是某果这一组也已经是完全过曝了，但是呢 vivo 这一组还能把天空蓝色的部分得以保留，确实是有点厉害。当然对于女生来说，我们必须还要开一组打开美颜之后的拍摄结果对比。结果很明显啊，皮肤呢更加光滑，也进一步被提亮。具体哪一组更好看，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女朋友。综合对比之后，你更喜欢哪一组的拍摄风格呢？可以打在弹幕上。在后置方面啊 ，vivo S15 呢搭载了6400万像素的光学防抖超感光主摄镜头，
可以在暗光拍照和录像的时候达到更好的效果。另外2枚镜头呢是800万的超广角以及200万的微距。而 Pro 版本呢，则是有所不同啊。S15 Pro 呢，搭载了5000万像素的主摄，比较特殊的啊，是其配备了独家定制的索尼 IMX766V 传感器，相比较于公版的 IMX766，拥有更强的感光能力。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样张。这一组我们选择在夜景弱光的情况下来拍摄照片。乍一看啊，你会发现好像开了灯一样，其实呢，整个环境还是比较暗的。你可以对比一下13 Pro Max 右侧画面的亮度，整体是偏低的啊。当然颜色方面呢也有一些缺失。而 vivo 这边呢是大幅度的提升了画面的亮度，当然但颜色方面呢也呈现的更多。不过如果你放大看细节的话啊，某果这边还是非常强悍。接下来这一组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人像模式背景虚化的能力。放大可以看一下头发的边缘，可以说经过了3到4年的发展啊，手机镜头模拟相机虚化的感觉是越来越真实了。除了日常样张之外呢 ，S15 Pro 还配备有影棚级别的人像算法，搭配记忆色调调色风格，可以使得人物拍摄呢更加鲜活明快，富有质感。还有一些其他好玩的啊，比如说漫画风格，让你呢不仅可以记录真实的自己，也可以实现2次元的女主角。还有呢 S15 Pro 呢通过反向利用光学防抖，具有影感的摇射功能，可以让运动暂停，也可以让背景大挪移，实现满满的速度感。这些好玩的功能啊，就等待你日常使用中去挖掘了。关于 vivo 全新的操作系统，这里想多说几句。其实在功能性方面呢，还有不少贴心的小地方值得注意，比如说视频的提词器。现在啊，很多男生女生会拍 vlog 或者是制作自己的视频节目，此时呢就需要专业的提词设备来帮你完成大段的主持内容。比如说我们视频工作室就需要专业的相机、专门的提词器，再加上滚动字幕手机一整套复杂的设备来实现。但是在 vivo 的手机当中啊，你可以直接打开视频提词器，滚动速度啊、文字大小都可以非常轻松的调节，方便程度丝毫不逊于专业设备。这2天还有很多粉丝留言说啊，很多公司招聘都要求视频应聘，其实我们公司也是这样的。但是很多同学面对镜头紧张说不出话，那 vivo 这个小的功能啊，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。再加上高清录音模块，还有本来就很出色的前置视频美颜能力，让你拍出的视频啊，可以给应聘的单位留下更好的印象。除去在外观上面轻薄亮丽的特点之外啊，本次呢 vivo S15 Pro 在硬件参数上也没有落后。今年表现不俗的天玑8100、自研的独立显示芯片 Pro 以及增强版的 LPDDR5，那这些配置都表明 vivo 希望在影像之外啊，同样在性能方面带给用户足够好的体验。我们在室温22到25度进行跑分测试，选取各个模式下多轮跑分的最高值。安兔兔呢81万多，这是天玑8100机型的正常表现。在读取和写入测试当中呢，表现是不错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排名的表格。随机读取、随机写入表现同样优秀。显示部分呢 3D Mark Wildlife 测试当中6013分，这在天玑8100的机型当中同样表现不俗。看完了基础跑分，我们来看一下游戏。这里我们拿到的还是工程机，目前呢还不支持和平精英 HDR 高清极限帧率模式，所以呢我们进行王者荣耀的测试。在室温条件下，开启手机的 Boost 模式，亮度呢调节300尼特，在极高画质、超高帧率、抗锯齿打开的情况下，连续运行30分钟，平均帧率达到119.6帧，这个整体表现是比较不错的，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大幅的波动。测试结束之后啊，正面温度41.7，背面呢39.3。再来看一下原神，手动开启高画质60帧，抗锯齿打开，连续运行30分钟后呢，平均帧率是51.7。测试结束之后啊，正面温度46.8，背面43.8，耗电15%。再通过 PerfDog 来监测原神的软件输出分辨率呢是810×1782，再考察整个帧率的图片，你会发现整体呢是比较稳定的，没有出现那种大幅波动的情况。别忘了，这是一台相对轻薄的机身，能够达到如此的游戏表现，还是让人比较满意的。在充电续航方面 ，S15 Pro 呢本次搭载的是4500毫安时加80瓦有线充电的组合，实测5分钟充电28%，10分钟47%，30分钟97%，34分钟啊就已经显示到100%了。从0到涓流充电结束，一共是39分钟。在充电过程当中，最高功率可以达到68.5瓦。
早上刷牙洗脸10分钟左右就可以充到一半的电量了。而在续航方面，经过网页浏览、高清录像、高清视频、游戏等5项测试之后呢，最终剩余电量是53%。作为一款轻薄机型，这个表现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期啊！不得不说，这个天玑8100的表现还真的是可圈可点啊！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内容了。不知道你的女朋友看完之后会给这台 vivo 的 S15 Pro 打几分呢？外观上活泼亮丽的配色，再加上轻薄的机身，日常使用的时候是比较轻松的。而 vivo 在前置自拍上多年的持续发力啊，也使得 S 系列呢更受女性用户的喜爱。本次在性能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妥协，如果你经常喜欢玩重度游戏的话，它也是可以应对的。OK， 这就是关于 S15 Pro 的所有体验内容了。还想看到它和谁做对比，欢迎给我们留言，我们稍后为你带来。